4500一步之遥。周五黄金收在4437.3，全周涨了 0.85%， 白银更猛，一整周飙了 2.53%， 几乎是黄金的3倍。可就在多头离4500只差临门一脚的时候，下周四的美联储会议纪要，还有周五拉开帷幕的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鲍威尔随时可能一句话就把方向改写。所以问题来了，这一波声浪是要借着这2场重头戏一鼓作气冲上4500，还是会在鲍威尔的嘴里戛然而止？大家好，欢迎来到点金日记，我是您的贵金属向导小金。今天是2026年8月16号，星期天，市场休市，没有新的价格，所以今天这一期我们不复盘，只前瞻，专门把下周这几场硬仗掰开揉碎，提前给你把地图画好。老规矩，先郑重提醒一句，我讲的所有内容都只是个人观点，是帮你梳理行情、理清逻辑的思路分享，不构成任何投资、交易或理财建议。市场有风险，你的每一个决策都请结合自己的情况独立判断。在深入之前，先用30秒给你今天的3个核心要点。第一，上周金银双收涨，黄金周五收在4437，全周涨 0.85%， 白银收在 65.11， 全周大涨 2.53%， 跑赢近3倍，声浪结构还在。第二，推动这一切的是美债收益率松动，美元走软带来的宏观松绑，给了不升息的黄金喘息空间。第三，下周唯一要死盯住的是周四的美联储会议纪要和周五登场的杰克逊霍尔年会，鲍威尔的一句话可能就是下一段行情的发令枪。好，接下来我们就一个一个把这几点讲透。先说说上周整体是怎么走的，如果用一句话概括，那就是稳中带强，白银领跑，黄金在4400这道关口上方站得挺稳，一周下来不温不火的涨了不到 1%， 看着平淡，可平淡背后是一种耐心，它没有急着冲，也没有回落，而是把4400这个整数关一点点夯实成地板。真正抢眼的是白银，一周涨了 2.53%， 把黄金远远甩在身后，金银比价也从 69.3 一路回落到 68.15 附近。这个比价往下走，往往说明市场的风险偏好在回暖，资金愿意去追弹性更大的品种，这是声浪里比较健康的一个信号。这里也顺便交代一下上周六我们那期点金周记立的几个旗子，当时的核心判断是守住4400，声浪就没完。我提醒大家盯紧4500能不能带量突破，4400会不会失守。现在回头看4400这道底线，整个上周确实稳稳守住了，这一点兑现了，但4500的关键1月到周五收盘也还没真正踩上去，始终差那么一口气。所以站在今天这个周日，悬念其实原封不动地留给了下周4500，依旧是这轮声浪必须回答的那道题。那我们先把黄金这条主线单独拎出来说清楚。上周黄金的运行区间大致在4400到4470之间，周中一度冲高到4467，离4500只有一步之遥，但随后又被人往下压了压，周五稳稳收在4437。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人在爬楼梯，他没有一步跨2级，而是每一级都踩实了再往上。4400这一级已经踩得很牢，4500那一级脚已经搭上去了，就差把重心整个挪过去。从更大的图景看，黄金现在站在50日均线4167的上方，这说明中期的这波修复反弹还很有力度，买盘在回调时愿意接，但它同时又还压在200日均线4589的下方，这条长期均线才是区分强力反弹和真正牛市回归的总分水岭。换句话说，现在这个位置有点微妙，向上它要先破4500，再挑战4589那条大均线，向下它只要守住4400，故事就还没结束，多空双方其实都还没拿到决定性的证据。那到底谁更占优？就上周的盘面来说，
主动权还是在多头手里。每一次回落到4400附近，都有买盘悄悄进场把价格拖起来，这说明下方的承接力量是实打实的。但多头也别高兴太早，4470那个冲高回落的高点像一道天花板，只要一天不带量收上去，4500就始终是空中楼阁。所以上周的黄金更像是多头在关口下方耐心的积蓄力量，而不是已经胜券在握。打个比方，这就像一支球队在对方门前反复传导，寻找那个致命的传球角度，控球权在自己手里，场面也占优，可临门那一脚还没踢进去，比分就还是0-0。4500就是黄金现在苦苦寻找的那个破门机会。再来看白银，上周白银是当之无愧的主角，一周2.53%的涨幅，几乎是黄金的3倍，收在65.11。为什么白银总是涨起来比黄金猛，跌起来也比黄金狠？因为白银体量小，又兼具工业属性，你可以把它理解成黄金那个脾气更急的表弟。同样的风向，黄金温吞吞的走，白银却能蹦得老高。上周金银比价从69.3回落到68.2附近，就是白银跑赢的直接体现，资金在往弹性更大的地方流。不过话说回来，白银的高弹性是一把双刃剑，它上涨的时候让人心跳加速，可一旦下周宏观风向逆转，避险情绪或者风险偏好突然掉头，白银回吐起来也会比黄金快得多。所以对白银，我的态度一直是，趋势顺的时候它是放大器，能吃到更肥的一段，但仓位和止损一定要比做黄金更严，因为它给你惊喜的同时，也随时准备给你惊吓。64这个支撑，就是白银强势结构还在不在的分水岭。说清楚了金银本身，我们把镜头拉到背后那只真正的手，宏观驱动。上周金银能稳中走强，最核心的推手是美债收益率的松动和美元的走软。数据上看，10年期美债收益率从8月10号的 4.72%， 一路回落到8月13号的 4.63% 附近，一周下来实实在在的松了一档。别小看这0点几个百分点，它对黄金的意义非常直接。我们把这条传导链一步一步拆开，黄金本身是不生息的，你拿着它，它不会像存款或者债券那样给你利息。所以当美债这种无风险还给利息的资产收益率往下走时，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就变小了。本来你可能会想，我把钱放债券还能拿 4.7 的利息，拿黄金什么都没有。可当债券利息降到 4.6， 这种诱惑就小了一点，黄金的相对吸引力反而上升。这就是收益率下行利多，黄金最朴素的逻辑。美元这一头是同样的道理，国际金价是用美元标价的，美元走软，等于同样1盎司黄金能换到更多的美元，金价的美元数字自然就被顶上去了。同时，美元弱也让海外的买家用本币买黄金更便宜，需求端也得到支撑。所以上周你看到的这波稳中带强，本质上不是黄金自己多能涨，而是收益率和美元这两个宏观枷锁同时松了一档，给了黄金和白银一个往上喘气的窗口。理解了这一点，你就明白下周为什么大家都在盯美联储，因为松绑还是收紧，钥匙就攥在他们手里。地缘政治这一块，上周整体是备而未用的状态，没有爆发新的重大冲突去点燃避险买盘，所以上周金银的上涨主要还是靠宏观松绑这条线，而不是恐慌情绪推动的。这其实是好事，一轮不靠突发恐慌，而是靠实打实的利率和货币逻辑撑起来的上涨，根基往往更扎实。但你也要把地缘风险当成口袋里一张随时可能翻出来的牌，一旦下周某个热点意外升温，避险资金会在极短时间里涌进黄金，那时候的上涨会又快又猛，这是我们必须留个心眼的变量。好，重头戏来了，美联储。下周对黄金来说，几乎所有的悬念都压在美联储身上，而且是接连2记重拳。第一记是周四出炉的7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
纪要就像是上一次议息会议的会议录音摘要，市场会拿着放大镜去逐字抠。官员们对通胀到底还有多担心？对降息的门到底开到了什么程度？如果字里行间透出来的是偏鸽，也就是更倾向于早点降息的信号，那对黄金就是助攻。反过来，如果透出来的是更高更久的高利率，这种偏鹰的口吻，黄金短线就可能被压一压。第二季也是分量最重的一季，是周五正式登场的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这个会每年都是全球市场的焦点，因为美联储主席往往会在这里对未来的利率路径给出一个方向性的定调。可以说，鲍威尔在杰克逊霍尔的那篇讲话就是下一段行情的发令枪。他要是偏鸽，暗示宽松的门在慢慢打开，那实际利率下行的预期会给金价再添一把火，4500甚至更高都不是梦。他要是偏鹰，强调抗通胀还没到松手的时候，那黄金短线冲高回落，白银这种高弹性品种回撤更狠，都得防着。这就是为什么我说下周的方向盘某种程度上握在鲍威尔一个人手里。这里再帮你理解一个更深的概念，实际利率。所谓实际利率，就是名义利率减去通胀预期，它才是真正决定黄金贵不贵的那把尺子。当美联储偏鸽，市场预期未来会降息，实际利率往下走，持有黄金不给利息的那个短板就被抹平了，金价往往同步走强。反过来，实际利率一旦往上蹿，黄金立刻承压。所以下周你与其去猜每一句话，不如死死盯住一个核心。鲍威尔的表态最终是把实际利率的预期往下压，还是往上顶？从技术面来看，黄金现在的这张地图其实很清晰。上方第一道要闯的关是4500这个整数关口，它既是心理关，也是上周冲高回落留下的压力区。闯过去之后，再上面就是200日均线4589那道大分水岭。下方第一道支撑是4400这个整数关，这是上周多头用1周时间反复夯实的地板。再往下才是50日均线4167。操作的逻辑很简单，带量站上4500，声浪就打开新空间，跌破4400，才需要担心这波修复是不是要歇脚。再补一个动能的指标，黄金现在的14日相对强弱指标，也就是 RSI， 读数在 66.4 附近。简单解释一下， RSI 是衡量涨跌动能强弱的指标，数值越高说明买盘越亢奋，越接近超买，越低则越接近超卖。一般70以上算超买，30以下算超卖。66.4 这个位置是偏强，但还没进超买区的中性状态。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黄金这波上涨的动能还算健康，既没有透支到强弩之末，也说明它还没到那种人人都在追，随时可能反转的过热状态。回到开头那个声浪继续还是到头的悬念， RSI 给出的答案更偏向还没到头。白银这边14日 RSI 读数在 61.8 附近，同样是中性偏强，没有超买。考虑到白银上周涨幅是黄金的近3倍，动能却还这么克制，这其实反过来说明白银的这波强势还比较扎实，不是纯粹的情绪脉冲。白银技术上的关键位很好记，下方支撑看64，守住，强势结构就还在。真要跌破，下一档回补看 63.5， 上方阻力先看66，在上面200日均线 70.9 才是白银中期的大压力。最后必须给大家泼一盆冷静的水，聊聊风险。下周是典型的事件驱动周，美联储会议纪要加杰克逊霍尔，任何一句超预期的措辞都可能让金银在几分钟内剧烈波动。越是这种时候，越要保持冷静，越要对大整数关口前的假突破多一分谨慎。4500这种关口，盘中经常先假装刺破一下，把追高的人套进去，再狠狠回落。所以千万别看到一根冲过4500的大阳线就无脑追，先看它能不能带量站稳。记住，风险从来不是价格本身，而是你在情绪最高的时候做了没有计划的决定。
那我们把下周的展望分成看什么和怎么看两层给你讲透。先说下周关注的日程。周三，美国的新屋开工和营建许可数据，给房地产和经济温度做个体检。周四，重头戏之一的7月美联储会议纪要出炉。周五，一连串数据扎堆，初请失业金、费城联储制造业指数、标普全球采购经理人指数的初值、成屋销售。同时，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正式开幕，鲍威尔的讲话是全场焦点。一句话，下周是前松后紧，越到周末分量越重。我的建议是，周三、周四这2天先看纪要的风向做个热身，把真正的重仓决策留到周五，鲍威尔开口，尘埃落定之后，别在最容易被消息面来回扫的时候赌方向。短线怎么看？近端就盯2道关，向上4050是那道必须带量攻克的门，只要在鲍威尔讲话后能放量收上去，声浪就打开通往4589的新空间，白银大概率同步跟涨，甚至涨得更凶。向下4400是多头的生命线，只要这里守得住，回调就只是声浪中的正常喘息。可一旦下周出现带量跌破4400，那就要警惕短线转弱。下方先看4300，再看50日均线4167。所以短线其实是把方向的选择权交给了下周四和周五这2场大戏。长线怎么看？把时间拉长，黄金的大逻辑其实一点没变，反而越来越硬。全球央行还在持续购金，给黄金托底，去美元化的大趋势让各国分散储备的需求上升。美国高企的债务和财政压力，长期看会侵蚀信用货币的价值，再叠加实际利率一旦进入下行通道，不升息的黄金会更香。这些都是以月和年为单位的慢变量，它们决定的是黄金的中长期方向，而这个方向依然是偏多的。所以你会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组合，短线要看鲍威尔的脸色，随时可能颠簸，长线却仍然站在多头这一边。短空长多并不矛盾，分清你自己是做1周的波段，还是拿几个月的趋势，比猜对每一个日内的高低点重要的多。那么回到开头那个问题，这波声浪到底是继续还是到头？我的判断是更像中继，还没到终点。理由有3：第一，4400这道底线上周稳稳守住，地板还在；第二，黄金和白银的 RSI 都只在60出头，动能远没到超买透支；第三，白银领涨，金银比价走低，说明市场的做多情绪是真金白银在跟进的。当然，这个判断有一个明确的证伪条件，如果下周鲍威尔意外偏鹰，黄金带量跌破4400，甚至丢掉50日均线4167，那我会立刻承认这波声浪需要更长时间的修整。说到底，一句话送给你：4400不破，声浪就还在路上。那也想听听你的，你觉得下周鲍威尔在杰克逊霍尔会偏鸽还是偏鹰？黄金能不能带量站上4500？评论区告诉我你的判断。最后再次郑重提醒，以上所有内容都只是我个人的分析和观点，不构成任何投资或交易建议。市场瞬息万变，任何操作请盈亏自负，请务必保持谨慎，做好风险管理，永远不要用超出自己承受能力的资金去参与。好了，今天的前瞻就到这里。如果这期内容帮你把下周的地图理清楚了，别忘了点赞、订阅，再点亮那个小铃铛，这样每天早晨的更新你都不会错过。我是小金，我们明天继续点金，明天见。